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地方能够让你如此近距离的与一座随时在活跃的活火山共同生活。在鹿儿岛，樱岛火山，这里的居民早就已经习惯了和火山灰共存。拉开窗帘，对面的樱岛火山正在喷发着白烟，那是地球呼吸的痕迹。而你只是坐在床边，喝一杯刚刚泡好的黑咖啡。这是我在2026年上半年带给我最多惊喜的一家酒店，虽然这只是一家小城里的喜来登。在海岸对面的是樱岛火山，它在一年之中有200多天都处在喷发当中。对这座城市而言，活火山不是遥远的历史符号，而是抬头就能看见的每天都在发生的庞大日常。室内空间、城市景观和那座一年喷发200多次的原始荒野，它们实现了一种巨大的现实反差，也构成了这里最核心的魅力。欢迎来到我的旅行，日本本土最南端，九州鹿儿岛。嗨，大家好，这里是 Q， 我现在正在前往鹿儿岛的船上，而在我的身后，对，你没有看错，这是一座正在喷发中的火山，这里是樱岛火山。现在我正站在前往鹿儿岛港口的渡轮上，海面不远处那座占据整片视野的庞然大物就是樱岛火山。其实从这里看过去，它是一座整体，但实际上它是由2座火山南北合体形成的复合火山。北边的北岳早已经沉睡，而在南边的南岳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依然每天都在喷烟的火山。虽然在一年之中有200多天这座火山都在喷发，但在鹿儿岛这从来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新闻，因为绝大多数的日常喷发都会受到严格的监控，规模极小，只是在火山口上吐出一团团白烟，落下一层烟灰，并不会对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而面对这样一个随时在冒烟的庞然大物，这里的居民不仅没有逃离，反而围绕着它建起了一座座生生不息的现代化城市。因为狂暴的背面往往就是自然最慷慨的馈赠，火山留下的地热变成了随时随地都能浸泡的优质温泉，富含矿物质的火山灰土地也孕育出了极其肥沃的作物。习惯了与危险共存，反而这座小城的人生出了一种极其强大的钝感和松弛，而人类文明和原始自然的这种共生默契，也正是我对这座城市和这家酒店最原始的好奇心。下船之后走进市区，慢悠悠的市电横穿整个城市的骨架，而我们要去的这家酒店就在电车站旁，有着极其典型的小城生活尺度。这里是鹿儿岛喜来登，2023年全新开业。折角看到酒店的招牌，你会发现一些颠覆传统印象的细节。喜来登在2009年完成了彻底的品牌重塑，更换了多年的复杂徽标，变成了更年轻、更现代的无衬线字体。这种年轻化的路线，你可以在空间上很明显的看出来，这里的商务感被刻意的削弱。其实这家喜来登的大堂是相对比较简单的那种，进门就可以直接看到前台，但它的左手边其实会比较有趣。设计师在这里做了一个剧场式的阶梯社交空间，这种高低错落的木质台阶在酒店中营造出一种开放性的社区聚合氛围。而在走廊的尽头，这里无缝连接着一家临街的咖啡店，完全模糊了酒店大堂和城市街道的边界。所以和我熟悉的循规蹈矩的喜来登大饭店相比，这里给我的感觉其实更像是一家细腻的小体量精品酒店。那么现在我们房间的房卡已经就在我的手上了。我会对这间酒店感兴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房卡的背面进入酒廊的房卡长这样，是不是很眼熟？你如果把丽思卡尔顿的酒廊卡拿来对比，你会发现除了顶部的品牌名，整张卡的字体、颜色、设计竟然完全一致。晚点我们也会去打卡酒廊，请大家继续往下看。 OK， 那我们现在打开房间给大家看看。推开门，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通透的大开间设计，房间面积标准的35平米，浴室使用了半开放的玻璃隔断，让整个空间的视线没有任何阻挡。但这个房间真正的主角当然在窗外。不得不说，这个景观位找的真的很正，而且它的构图画面元素比想象中还要丰富。往下看是简而有序的鹿儿岛城市街区，
期间交错贯穿着河流的入海口，而视线的正前方就是那座横亘在天地之间的庞大活火山。流淌的河水、安静的街道和随时在冒烟的荒野火山，在这里同时被框进了一个3段式大玻璃当中。回到房间内部，这是一个标准的35平米房间，但因为通透的设计让它的空间感看起来还不错。很显眼的是，它还用了一个全透明的玻璃淋浴房，它看起来像一个现代艺术方块一样，独立在房间的一侧。在卧室和洗漱区之间，这里采用了一扇木质线条和半透明材质改良的日式格子移门。关上它将会完全分开房间的干湿2个区域。房间的洗漱空间并不大，但好在这个通透的设计让这里也有足够的光线。空间上这里还放了一条矮的长桌和深浅色的组合，视觉上分隔2个地方。这个房间动线非常简单，从门口进入之后，经过浴室、衣柜，直接就可以看到房间全览。马桶单独一间放在进门的左手边。这里自然也是标配了 TOTO 的自动卫洗力，美中不足就是这里缺一个小的洗手台。我觉得这个房间就是可以看到它整体的配置其实并不高，这甚至可能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没有浴缸的喜来登品牌。但说实话，走进这个空间里之后，它的舒适感其实给我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它没有一些过度去强调这个奢华的概念，让这里其实看起来还是蛮温馨的。而且尤其是这个 view 是真的很不错，刚推门进来真的让我哇了一声。它可以看到整个鹿儿岛的景观，然后这里有条河道的入海口和远处的火山，要素其实真的非常丰富。房间中的设计其实也是肉眼可见的年轻了许多，这里大胆地使用了一些有趣的灯具来营造房间的氛围感。床头上配备了有无线充电和闹钟的蓝牙音响，用了一大张说明来讲解它灯具的开关有点滑稽了，可能真的有客人被难到过。正前方是房间的休息区，一张大沙发、圆桌和休闲躺椅，真的非常适合坐在这里发呆。迷你吧提供了2瓶免费的铝罐矿泉水，虽然迷你吧里的其他饮品都是收费项目，但我非常欣赏酒店提供在地品牌的做法。这里的咖啡和茶完全来自鹿儿岛本地，包装上画了九州的茶和樱岛的火山，特别是绿茶来自于鹿儿岛本地顶级绿茶品牌芝兰茶。那我之前说过，他们会有一张长得很像丽思卡尔顿的这个酒廊卡，只不过呢，这个上面的 logo 是 Sheraton。它的这个酒廊呢，在顶楼也是面对着樱岛的景观，楼层会比我们房间更高，应该景色是非常不错的。进入酒廊就可以看到窗外的樱岛火山，这里会有工作人员热情地跟你打招呼。酒廊的面积其实还算大，穿过了这个区域之后，还有一个折角的客厅可以使用。在大部分情况下，日本的酒店的酒廊还是以酒类体验为主导的。这里非常大方地准备了种类极其丰富的九州本地烧酒，同时也保留了可以自制鸡尾酒的独立吧台。如果你和我一样不太喝得惯烧酒，那冰桶里的起泡酒是一个非常轻松的选择。酒店提供了来自澳洲伯顿酒庄的基石起泡酒，作为一款标准的入门级起泡酒，它的口感非常清爽。我觉得他们的选酒和采购还是非常有品味的。我要给你们看一看他们这个冰箱，就每次打开这个冰箱，看着里面满满当当，真的会很幸福。而这里的餐饮区域主要提供一些精致的配酒小菜，几乎没有什么大碳水。不过如果你要真的想在这里填饱肚子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家现炸的鸡块外表酥脆和汁水感，水准也非常高。他们酒廊里的这个盘子是热过的，细节做的其实还是蛮不错的。而整个酒廊的桌椅摆放都能看得出非常照顾想要看风景的朋友。我最后选择坐在拐角窗前的一面小桌子，而此时正值夕阳时分，地质的壮丽和酒精带来的微醺在漫天晚霞当中完全重合。不过这家酒店的酒廊的人数真的是比我想象的多很多，因为今天既不是节假日也不是周末，然后结果几乎所有的座位都已经坐满了，就还挺出乎意料的。我们的面前这里是樱岛的火山，然后在我的背后的位置这边就可以看到夕阳的霞光。我觉得这样的景色应该是在鹿儿岛还算是比较有唯一性的一个地点了。如果酒廊的精致小菜没能完全填饱你的胃，那不妨走出酒店，去市区找一家本地人尽皆知的传奇老店五爱人。我们现在准备去吃一家前两天有个日本朋友推荐给我的餐厅，但我看了这个餐厅在小红书也很火，看来大家对美食的爱好都是相通的。那这家餐厅卖的也是鹿儿岛非常非常著名的黑猪肉，它的店名也非常的有意思，它叫五爱人。位于这个天文馆附近的这家五爱人呢，是在鹿儿岛的总店。这家店看起来还是蛮高级的，对，
这家创立于1946年的老字号，到2026年已经足足开了80年。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到最正宗的鹿儿岛黑猪肉涮涮锅。作为一家老店，它在高峰时期经常是需要排队的。我们今天非常幸运，只等了2桌就排到了我们。他家是用这种非常清淡的清汤去涮煮黑猪肉，没有什么花哨的调味掩盖。我们总共点了2个单人份的涮涮锅，然后加了1份他们这里最好的黑猪肉。就这个是特选黑猪肉，这个肉看起来确实是比单人涮涮锅套餐里面的这个肉是要好很多的。那这个是单人涮涮锅里面的肉。鹿儿岛黑猪在整个日本也是非常出名的食材之一。鹿儿岛的黑猪在出栏前必须严格喂养本地的红薯饲料，红薯中的淀粉让猪肉的纤维变得更加细腻，脂肪熔点更高。除了涮涮锅之外，这家店卖的东西其实非常的杂，甚至有一点像一个居酒屋了。所以我们还尝试了他们的海鲜和烧豆腐。说实话，这个烧豆腐真的很好吃。我们刚点了一个这个豆腐，我本来以为它会是那种甜酱油的口感，结果你们猜怎么着？它是鱼香肉丝口味的，就是它是那种鱼香酱汁。我居然能在日本吃到这个味道的东西。他们这里的蘸料其实比我想象的少得多，这里只有柚子、胡椒和一些葱花，另外就只有酱油了。先用柚子、胡椒跟酱油试试看。这个肉真的好嫩。我本来担心这么清的汤去涮那个猪肉会有一股猪腥味，但其实是没有什么腥味的。而在最后的最后，一定要记得点一碗白饭，配上一颗生鸡蛋，用碳水和黑猪的油脂叠加在一起的香气真的非常下饭。哇，这口太满足了，我真的终于吃到碳水了。真的会感觉就是这个猪肉拌上酱油之后，跟这种大米饭是绝搭的状态。我们最后2个人一共消费了11400多日元，这个价格还就比较正常吧，感觉在东京也是差不多。那今天最失策的就是应该点那个大的锅，这个小锅要不停的去加火，其实有点麻烦的。而当夜幕完全降临，一切行程都结束之后，我在这家酒店里最爱的环节才正式到来。这里藏着一个天然温泉大浴场。在很多国际出行者的习惯里，奢华酒店的标配是无边泳池，但在日本酒店的哲学当中，一个高品质的大浴场往往会比泳池要重要得多。而尤其是在以活火山出名的鹿儿岛，这家喜来登引入的是当地纯正的盐化物泉。然后这家喜来登有一个我会很喜欢的地方，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大浴场，这个似乎是日本很多酒店的标配。但这里也是我见过的第一家，他们这里有明确的写在这里，就是这个房间里面的浴衣是不可以穿到外面去的。那也就是说，我只能穿着自己的衣服去泡澡的。这种由火山地热孕育的泉质富含矿物质，保湿和舒缓效果极佳。但我其实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这里不是热水，而是真温泉，是一个那种有温泉证书的温泉，而且水是浑的。这也算是在我住过的所有的国际连锁酒店里面唯二的2家有真温泉的。那第一个是日光的丽思卡尔顿，然后就是这里。但我觉得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它这个后面的区域，这里是一个天台，它是一个泡脚的地方。然后我们准备明天上午的时候来这里看看，感觉应该是个很不错的地方。而除了室内的大浴场，这里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可以温泉泡脚的室外小花园。在温热的泉水和微凉的夜风当中，在这个由火山包围的小城中，有这样一个可以温泉泡脚的小花园，真的还是非常具有度假感的。嗨，大家好，我们现在在的位置是这家酒店5楼的那个温泉外面的泡脚池。这个室外的泡脚池确实还蛮惬意的，而且这里的水跟里面泡温泉的水一样，是有气味的真的温泉水，可以闻到一股那种淡淡的硫磺味。我觉得我面前这个地方应该是面对着樱岛火山的，但是他们在这里做了一个隔断，如果没有这个隔断能够直接看到火山就更好了。但说实话，这样的一个户外的场景真的还是蛮舒服的，而且后面这里还有一排这种躺椅。从清晨落地窗前的黑咖啡，到夜里温泉湖畔的微凉夜风，这家小城的喜来登在现代文明的秩序和原始自然的狂野达到了一种妥协的消融。看着窗外一年喷发200多次的活火山，在万年眼镜的地质尺度面前，似乎也随之变得无足轻重。这大概就是我在2026年上半年带给我最多惊喜的核心所在。
明天清晨，窗帘会再次拉开，对面的阴岛依旧会吐出苍白的烟雾。这不是世界末日的最后一天，这只是鹿儿岛最平实也最奢侈的日常。感谢你看到这里，鹿儿岛系列预计还会有2期视频，如果你喜欢，一定要记得点击关注。我会继续带大家领略这片火山下的小城的日常。这里是 Peel， 让我们下次再见。